提到双修，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邪门歪道，因为社会上还有很多假修行者、假大师，借此骗财骗色，早已失去了良好的口碑。我们都知道，佛教出家人是不能近女色的，可是藏传佛教中却偏偏存在着男女双修的秘法。影片开始之前，不要忘记先点赞、追踪加小铃铛，可以了解到更多世间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在古代，一些帝王还会用男女双修的方式进行采阴补阳，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。那么，男女双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它真的是一种邪术，还是有着深刻的内涵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吧。所谓双修，简单讲，就是男女一起修炼，为了达到性命同源、心灵相通的功法而已。这可不是简单的男女交合，而是对双方有着非常苛刻的要求，并不是什么人都能修的。华严经里说，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。就是说，进行双修功法的人，首先一定是具有非常大的定力，发生什么事都可以不动声色，最美的女子在眼前诱惑而不动心，才能得到升仙成佛。而且实际修行中，能够有这样修为的人，可想而知是微乎其微的。具体的双修过程涉及的修行方法，大致可以分为4种，包括心交之法、息交之法、气交之法、神交之法。心交之法就是修行者通过目光交接，存想对方天目的过程，以心灵的交流和融合。息交之法呢，就是通过聆听对方的呼吸，实现气息的交换和共鸣，如环无端，循环不息。然而气交之法是修行者想象自己脐轮的气浪如波，扩散至对方，同时口诵真言，震动对方的脐轮，促进双方的能量交流。最后的神交之法也是最高层面的，那就是修行者一想自己与对方合一，实现神性的融合。这些方法强调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和合一，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性行为。在藏传佛教中，双修过程被视为一种修行手段，旨在提升修行者的精神境界和能量交流，而不是单纯的性行为。因此，将藏传佛教的双修过程描述为骗色，本质上来说是不准确的。除此之外，在密宗里的男女双修，只有瑜伽士才可以进行的法门，出家的比丘是严禁进行此法的。所以你看到什么和尚、大师之类要求女性同他双修，那绝对是骗色了。那什么是瑜伽士呢？简单说，瑜伽士就是在家修行的人，通常是具有度化众生的能力，有大圆满修行境界的大修行者。瑜伽士有很多在我们看来无法解释的超能力，是常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一些事，比如用手轻轻抚摸别人的头顶就可以给人治病，双眼能看到冤魂并给他们超度等等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不禁要好奇，除了那些瑜伽士大修为之人，普通人可以进行双修吗？有句话说得好，君子好色，小人好淫。双修在佛教和道教中都有存在，但指的并不是在红尘中普通频繁的男女交合。道家中说，想要修炼这种方法，需要男女双方在精神上能够高度的默契，让自己升华为大自然的一部分。然而，精神上的结合正是大部分人所缺失的。两者虽不是伴侣，却能够形同伴侣，让天道自我合二为一，在千里之外也能够心有灵犀，互相感知。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有关道教的详细解释，之后我们也会做影片与大家详聊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随时跟踪我们的动态。人的心性、秉性、性格、思想、意识、精神、意志等需要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磨合。按照佛教的说法，上面的一切都可以概括为对心性的磨砺和修炼。双修是利用人体阴阳和合规律，放下自己的功利心和执着心，用自己的智慧从中把握自然规律，进入微妙禅定状态的一种特殊修持。抱着无心无贪念的状态去做，就是一种不染世俗淫乱之情的理智行为。在元代宫廷之中，有不少密宗无上瑜伽月空双运双修法的壁画，许多画像和雕塑内容都无一不是跟男女双修有关。而且双身修法也有着一套完整的修炼技术操作体系，无论是画像还是雕塑内容，大多都相同，基本采用男女交合的动作。
当时人们把这种行为称为双修，目的就是为了靠这种方式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。但为什么后来传言说这种双修秘法都是采阴补阳或采阳补阴之术，往往这些双修的人最终都误入了邪路，得不到好的下场呢？这些传闻到底是真是假？首先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所谓的采阴补阳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说到采阴补阳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武侠小说中修炼邪术的坏人。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梁子翁，他为了追求长生不老，修炼采阴补阳之术，祸害了很多无辜少女。更为大家所熟悉的莫过于《西游记》中都想吃唐僧肉就会长生不老这个概念了。不过除了以上这些故事小说外，其实采阴补阳之术在历史上的确真实存在的。最著名的莫过于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海寻找长生不老药，这种延续生命不择手段，甚至说异想天开，在古代都是很多人想要追求的。更厉害的是明朝嘉靖皇帝，因为迷信方士仙丹，一心只求长生之道，竟然20多年不理朝政，真是把长生不老当成了比江山社稷更重要的头等大事。除此之外，普通百姓为求长生，也不惜抛家弃子，躲进深山老林修道炼丹的事例也屡见不鲜。理智一点，虽然不至于抛家设业，但也往往痴迷于研究如何延年益寿。所以传说中的采阴补阳之术其实是曾经最受古人喜爱的养生秘术。不过采阴补阳之术后来一度失传，沦为了禁术。但是这种理论后来被一些心术不正的方式扭曲加工，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修炼术，更以此发展出了所谓的房中术。于是古代那些欲求长生的男子就会将女性当作鼎炉，幻想通过修炼这种邪术轻松达到延年益寿的功效。其实早在近代，道家代表人物葛洪在他的著作《抱朴子》中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以采阴补阳增年延寿者，此愚之甚矣。他非常明确地告诉世人，想通过修炼房中之术之类的方法采阴补阳以求长寿，全部都是无稽之谈。在之后，有些心术不正的人更是打着采阴补阳的旗号胡乱害人，因此最终全部被禁，从此慢慢失传，变成了小说中虚构的玄学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就明白了，那些传言中的采阴补阳的房中术和密宗的双修其实是两码事，只是后来人们将它混为一谈。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过于相似了，同样需要一男一女，为了达到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制这种大定力，可能还要进行男女交合，这就会让人误以为是在采阴补阳。更何况普通人一般是没法达到双修的条件的，但是人们从来不缺乏对性行为的想象，所以想当然的就认为双修的目的就是修行者淫乱的借口。双修被人误解的归其原因，就是我们的认知过于局限，所以对于未知未明的事物，我们应当尽量以恭敬心来对待，尊重别人的修行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不要忘记点击订阅，可以了解更多的奇闻异事。